朋友们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美国那些国民级顶流总统到底是怎么从普通人一路杀到白宫的？根据 YouGov 民调，最受欢迎的几位美国总统几乎都是老熟脸，包括林肯、肯尼迪、老罗斯福、华盛顿、杰斐逊、小罗斯福，他们到现在还被美国人挂在嘴边，口碑爆棚。今天咱们就扒一扒这几位大佬的超然人生故事，顺便告诉你他们上大学这件事藏着超级有意思的秘密。先来说说林肯总统，这哥们儿简直是美国版从零到英雄的教科书。1809年出生在肯塔基一间破木屋，家里穷得叮当响，爸爸是农民，妈妈早逝。他9岁就开始砍柴种地，几乎没正经上过学，全靠借书自学，晚上借着壁炉火光啃法律和历史。23岁成为邮差、杂货店员，26岁进入州议会，靠辩论口才当上律师，还在1858年跟着道格拉斯那场著名的辩论火遍全国。1860年当上总统，正好赶上美国南北分裂，他硬是领导北方打赢内战，并于1863年签了解放黑幕宣言，成为了伟大的解放者。可惜1865年连任后看戏时被刺杀，享年56岁，但他的故事到现在还激励无数人。第二位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是富兰克林 ·D· 罗斯福，俗称小罗斯福，他是轮椅上也能领导世界的硬核男人。1882年出生于纽约，哈佛本科毕业，在哥伦比亚法学院读过书。1910年当上纽约州参议员，一战时当上海军助理部长。1921年不幸得了小儿麻痹症，下半身瘫痪，但他靠支架和毅力继续战斗。1928年当上纽约州长。1932年美国大萧条最惨时期当上总统，并推出新政，包括银行改革、社保、公共工程，硬是把美国从经济深渊中拉了出来。二战时他领导盟军打败了轴心国，当了4届总统。后来美国宪法修改，总统最多只能做2届。1945年去世前，他还参加了耶尔塔会议，领导力直接拉满。第3位总统是西奥多·罗斯福，俗称老罗斯福，他精力旺盛到像开了挂的牛仔总统。1858年出生于纽约，小时候体弱多病，哮喘严重，但他硬靠拳击、骑马、打猎把自己练成硬汉。哈佛大学本科毕业，当过牛仔、纽约警察局长，还组建了莽骑兵团，在美西战争里冲锋陷阵。立功后当上纽约州长、副总统。1901年当麦金莱总统被刺，他于42岁接任，成为了美国最年轻总统。上台后，他猛烈反击垄断，保护环境，建了150多个国家公园和森林，还调解了日俄战争，拿了诺贝尔和平奖。1909年退休后，还去非洲探险打猎，晚年像永动机一样停不下来。第4位最受欢迎的总统是华盛顿，他是真正的美国国父，低调到让人服气。1732年出生在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家庭，虽然没上过正经大学，但17岁就拿到了测量员证书，干过土地勘探。在法国印第安战争时成为民兵上校，独立战争爆发后被大陆会议任命为总司令，带领一群农民兵英式打败了英国正规军。1789年当上了美国第1任总统，连任2届后主动放弃权力，拒绝当国王，退隐伏农山庄种地养老，于1799年去世。他的做法直接奠定了美国总统不是终身制的民主传统，威望高到没人敢挑战。第5位美国总统是杰斐逊，他多才多艺到像开了外挂的天才。1743年出生于弗吉尼亚，在威廉与玛丽学院本科毕业，学习法律，当上律师，并进入州议会。1776年主笔撰写了《独立宣言》，一句话就把革命道理说透了。后来当上驻法公使、国务卿、副总统，并于1801年当上美国总统。杰斐逊最牛的操作就是1803年开展路易斯安那购的交易案，从法国手里买下了大片土地，让美国版图瞬间翻倍，还派了刘易斯和克拉克去西部探险。他退休后自己设计蒙蒂塞洛庄园，还创办了弗吉尼亚大学。无论是建筑师、发明家、农学家，他啥都玩得转，于1826年去世。
第6位是肯尼迪总统，他就是妥妥的国民男神。1917年出生在波士顿超级富豪肯尼迪家族，老爸是前驻英大使，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，二战期间成为海军上尉。当 PT-109 鱼雷艇被日军撞沉后，他拖着重伤背着战友游回岸边，成了大英雄。战后直接进入国会，当上众议员、参议员。1960年才43岁的肯尼迪就以微弱优势打败尼克松当上总统，在位时推广民权法案，搞定阿波罗登月计划，还硬刚古巴导弹危机，避免了核战。可惜1963年在达拉斯被刺杀，留下一堆假如他活着的美国传说。前面这些大佬里，除了林肯和华盛顿基本靠自学，华盛顿只拿了个测量员证书，其他几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基本都跟哈佛大学和威廉与玛丽学院这2所学校脱不开干系。哈佛大学成立于1636年，是美国第1所大学，它有多厉害我就不说了，被誉为总统梦工厂，一共出了8位美国总统。在前面提到的这几位受欢迎的总统中，老罗斯福、小罗斯福、肯尼迪都是本科毕业于哈佛，很多人超喜欢的奥巴马是在哈佛读的法学院。其他在哈佛大学毕业的名人包括约翰亚当斯父子、海斯、乔治 W 布什。哈佛大学学术很亮眼，批判性思维拉满，政治、法律、商科、历史专业都是全球顶尖，校友网强大的吓人，录取率才 3% 左右，进去后资源多到用不完。位于波士顿的校园历史建筑混合现代感，简直是培养天生领袖的地方。不过也有人吐槽它太过于精英范。再来说说威廉与玛丽学院，它被称为最老派的公民领袖摇篮，这是美国第2古老的大学，于1693年建校，杰斐逊总统的本科就是从这里毕业的。其他校友总统还有门罗、泰勒、华盛顿也拿过这里的证书。威廉与玛丽学院是小班教学，老师学生关系超近，这里特别强调文理通识、历史、政府和公共服务。校园在弗吉尼亚古城，18世纪的殖民风格建筑美到爆，因为是公立大学，学费相对亲民，毕业生好多都去当公务员，搞公共服务。校园氛围安静，又有历史厚重感，特别适合培养有责任心、为国家服务的公民领袖。总结一下，哈佛更像全球影响力加创新领导力的训练营，威廉与玛丽学院则是历史根基加公共服务精神的老派代表。很多总统在这里不光学知识，更重要的是练出了带领国家的视野和人脉。虽然名校确实给这些美国总统开了不少挂，但真正让他们变成传奇的还是那股子个人韧劲、时代大环境和敢干的魄力。林肯没上过大学照样从木屋走进白宫，小罗斯福坐轮椅都能救整个国家。这说明了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学校教育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你拿到知识后怎么折腾，怎么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